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现在，请把你手边的事情先停下来，伸出双手，平放在眼前，仔细比对一下，你的无名指是不是明显长过了旁边的食指？如果是，那你这大半生一定活得很辛苦吧？靠着特别准的直觉，你一眼就能看穿商业伙伴或亲友的虚伪与算计，却也常常被成人世界的勾心斗角伤得体无完肤。你明明有着非常高维度的直觉，却偏要逼自己去迎合社会的贪婪。两种能量天天在脑子里打架，你的灵魂当然会觉得像在地狱里煎熬。别怕，这其实是老天爷在你身上打下的灵山印。接下来的10几分钟，我将为你彻底揭开手指长短背后的前世大账本，并手把手教你一套不花1毛钱的3步护命法，帮你锁住流失的灵气，把这份敏感的天赋转化为逢凶化吉的大本领。很多朋友心里或许会纳闷，手指长短难道不是父母给的因缘和合，怎会牵扯前世？我们得把看待生命的维度拉高，用佛法的智慧来一次更高维度的宏观解读。佛法里有个非常核心的底层道理，叫做阿赖耶识，也就是第8识。它就像是你生生世世的因果大账本，也是你灵魂最深处的无形巴士田。我们每天算计的大脑非常健忘，100年之后肉身一烧就散了。可是阿赖耶识的记性好得不得了，你在过去生生世世里打过坐、念过经、动过的一丝清净念头，绝对不会凭空消失。宇宙的因果法则是最精密的算盘，你只要动了念，能量就会浓缩成非常微细的种子，深深掉进巴士田里，这叫种子生现行。你前世种下修行的因，这辈子机缘成熟，种子发芽，就会在肉体上真真实实显现出来。佛门唯识学早就说过，心念带动业力，业力显化色身。无名指会常常超过食指，是因为你前世修持过清净法门，那股强大的清净愿力在骨骼成型时硬生生把主导灵感的无名指拔高了。这等于是因果律在你肉身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这5根手指对应着地水火风4大与法界气脉。我们先看食指，食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吃，为了在红尘里讨口饭吃，它代表我们在人世间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后天学来的计谋算计，以及对物质的掌控欲。当你发脾气指责别人，发号施令时，总是不自觉伸出食指。食指发达的人胜负欲特别强，这在修行上代表红尘里的俗性，欲望膨胀过头就会变成伤人的魔性。再转过来看无名指，老祖宗造字极有智慧，为什么偏偏叫它无名？东方古老智慧博大精深，天地间真正高维度的究竟大道是叫不出名字的，言语道断，一落入世俗文字就沾染俗气了。你试着单独抬起无名指，它最笨拙不听使唤，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让你拿去跟人争抢算计的。从佛门实修的禅定气脉来看，无名指通着你胸口的灵明心地，连着阿赖耶识的神识，它代表你生命里看不见却绝对存在的先天直觉，是你灵魂里最纯粹的神性与佛缘，就像一根接收高维能量的无形天线。把2根手指放在一起对比，就恍然大悟了。无名指超过食指，意味着你体内的清净觉性生来就狠狠压过了后天俗性，你的直觉雷达比大脑逻辑敏锐100倍。为什么你在现在的社会常活得郁闷痛苦？因为现在社会极度推崇食指，逼着你竞争算计，你为了生存，逼着大脑去妥协，但你的无名指不答应。巴士田里的清净种子受不了肮脏喧闹，在心里尖叫报警，要你赶快离开。
这两种能量天天在身体里拔河，心念乱成一锅粥，在日复一日的灵魂撕裂下，福报怎么可能累积？气脉互相冲撞，全堵死了，你怎么可能不生出无名烦恼，不觉得人生空虚，想流泪？这就是你觉得活在地狱里的原因。因为前世的佛缘在呼唤你，你却把它死死按在泥沼里。那么这种被撕裂的觉醒者，前世80田的种子会用什么不可思议的方式唤醒你？为什么有些人听到寺庙钟声就会不受控制的流泪，甚至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这背后究竟又牵扯出什么样的前世今生？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一位开传统金属加工厂老董事长的真实故事，还有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轮回公案。听完之后，你就会彻底明白你的眼泪到底是为谁而流。这位开传统金属加工厂的老董事长，大半辈子都在商场上打拼，他白手起家，吃过无数的苦头。后来厂房越开越大，成了大家眼里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可是有一天，他跑来找我，人一坐下，眼眶就红了。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每天去开会，去应酬，坐在那些高级餐厅的包厢里，看着周围的人为了利益互吹互捧，拼命敬酒。他突然觉得特别荒谬，甚至泛起一阵阵的反胃。他常常在应酬结束后让司机先走，自己一个人坐在车子里发呆，看着外面热闹的街景，莫名其妙的就会掉眼泪。他觉得自己像个找不到家的孤儿，跟这个世俗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我拉过他的双手一看，无名指修长饱满，足足高出食指一大截。我笑着跟他说，你不是业障深重，你是灵魂迷路了。你前世必定是修行过的人，可能是持戒念佛的居士，也可能是在古寺里打坐的出家人，只因为当时一念之差，这辈子又掉进这个大染缸里来了。你现在是在用你前世修来的那点大福报在赚钱，可是你的灵魂嫌这个世界太吵了，这绝对不是玄学。历史上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轮回公案，叫做黄庭坚与一碗芹菜面。北宋大文豪黄庭坚26岁考中进士，后来被派到一个地方做知州。有一天中午，他在午睡，梦到自己走出衙门，来到一个村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门外，供桌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芹菜面。黄庭坚在梦里闻到香味，不由自主端起来就吃。醒来之后，嘴里竟然真的还有芹菜的香味。第二天，他循着梦里的路线走，竟然真的找到了那个村庄和老婆婆。一问之下才知道，那天正是老婆婆女儿的忌日。她女儿生前吃素念佛，特别虔诚，最大的爱好就是吃一碗芹菜面。可惜26岁那年过世了。黄庭坚走进屋里，看到一个上锁的大木柜，老婆婆说钥匙早就不见了。结果黄庭坚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记忆，竟然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找到了钥匙。打开木柜一看，里面全都是他女儿生前写的文章，而那些文章竟然跟黄庭坚这辈子写的诗词文风一模一样。就在那一刻，黄庭坚彻底恍然大悟，原来她前世就是这个修道念佛的女子，因为前世的修行，这辈子才带着极高的聪明才智来投胎。大家懂这个道理了吗？你听到钟声会流泪，那根本不是伤心，那叫悲心交集，是宇宙间那种清净的音声波动，顺着你的耳朵，瞬间穿透了你的阿赖耶识。那个钟声的频率刚好和你前世种下的修行的种子频率对上了。这就好比你前世留下了一把琴在心里，这辈子虽然你忘了怎么弹，但只要外面琴声一响，
心里的那根弦马上就产生了共振。你的眼泪是你前世的那个你，在跟你今生的肉体打招呼啊。可是，如果你把那份与生俱来的高维度直觉，那份珍贵的灵气，全部拿去在红尘里跟人算计争夺，这等于是拿着无价的美玉去换发酸发馊的馒头。但这还不是最可惜的，最可怕的是，当你灵魂深处的先天灵气被你后天的欲望彻底抽干耗尽的时候，你的身心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业力反噬。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给大家讲另一个真实的案例。10几年前，有一位在传统市场做批发生意的师姐跑来找我。大家去过那种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半夜3、4点天还没亮就要起床，人声鼎沸，地上总是湿漉漉的。这位师姐在那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她脑筋动得特别快，算盘打得非常精。为了几块钱的批发价，她可以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寸步不让。她靠着这股狠劲和极其敏锐的商业嗅觉，确实赚了不少钱，也买了好几栋房子。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根代表后天欲望的食指，被她发挥到了极致。可是她来找我的那天，是被人搀扶着走进来的。这位师姐遭遇了一场非常折磨人的业障病。什么业障病呢？整天心里莫名的发慌，喘不上气，最可怕的是她感觉灵魂深处在不断的发冷。那个冷可不是我们普通人吹冷风会觉得的那种怕冷。大家要知道，当时可是正值盛夏，外面30几度的高温，热得人直冒汗。可是她呢，她竟然在身上穿着加厚的羽绒衣，坐在我的沙发上，双腿还要盖上2层厚厚的棉被。她绝望地坐在我面前，一边冷得直打哆嗦，一边哭着跟我讲：老师啊，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花了很多钱，找遍了世俗里所有的办法，各种外求的方法都找不到任何问题所在。人家说我是心魔作祟，是心神绷得太紧，让我吃一大堆放松神志的解药。他接着说，后来我跑去寻求各种偏方，有人说我是业力极寒之报，元气虚脱，给我弄了一麻袋大补大热的补品，我天天当饭吃，吃下去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我的骨头缝里都在往外冒冷风，我连死的心都有了啊！我静静听他哭诉完，请他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仔细一看，他的无名指比食指长出整整一个指甲盖的长度，可是这根代表灵性跟神性的手指头现在却是瘪瘪的，一点光泽都没有，就像枯萎的树枝一样。而它长根的地方呈现出一种灰暗的死气。我叹了一口气，跟他说，师姐，你这根本不是单纯4大不调的病，世俗的方法当然查不出来。你天生无名指这么长，代表你先天觉性很高，你八识田里是有清净修行底子的。可是你这大半辈子全在商场上跟人勾心斗角，为了赚几个钱，天天生气、动怒、算计别人，把自己的心血都熬干了。我告诉他，你这是后天的欲望，把你先天的神性给彻底压垮了。你把精神全耗在外面，你的气脉全散了，灵气漏了个精光，你生命里的那把火已经熄灭了，你当然觉得冷得像个死人一样。他一听，眼泪哗啦哗啦的掉，绝望地问我，那我还有救吗？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我愿意拿我所有的财产，只求能让我暖暖和和地睡一个晚上。我说，不用你的钱，你既然身上带着这个先天的记号，你就得用你前世的本钱来化解业障。到底是什么本钱？
是一把非常神奇的钥匙。这把钥匙能瞬间点燃你体内的三昧真火。这把钥匙只有短短的6个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可能马上要摆手了。哎呀，老师啊，你这不就是在劝我信教吗？这不就是老人家在庙里念的经吗？这能化解业障？诸位，如果你这么想，那就是大错特错。你们要把心量放大，不要被宗教的外衣给局限住了。不管东方西方，不管世间万法，你把宇宙万物的本质拆解到最后，是什么？就是波动，就是频率。我们人体的气脉运转也是一种频率。为什么这6个字对我们有用？因为宇宙间最能穿透人心的，不是眼睛看的颜色，不是嘴巴吃的味道，而是声音。这在佛门里叫做音声海。为了让大家彻底明白这个声音共振的威力有多大，我给大家讲一个清代非常有名的真实公案，叫做王打铁。以前那个年代，打铁是异常艰苦的行业。这位王打铁每天站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顶着高温，手拿数十斤重的铁锤，叮当地猛砸烧红的铁块。一天下来，累得骨头快散架，火星四溅，环境吵闹，生活有如人间炼狱。一天，他实在受不了这折磨，拉住一位路过的修行人问：师父，日子太苦，有没有什么法门能让我边打铁赚钱，边修行解脱？师父教了他一个极简单的方法，打铁时每砸一锤，心里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拉风箱时一推一拉也各念一句。王打铁是个老实人，乖乖照做。从此铁匠铺里烦躁的打铁声变了，叮，南无，当，阿弥陀佛。他把沉重的铁锤变成了木鱼，将极其吵闹的环境化作宇宙间最清净的频率。同行笑他火炉够热了还念佛，难道不怕身无明火？王打铁却笑答：你们不懂，我越念心里越清凉，一点都不觉得苦了。就这样，他边打铁边念佛整整3年。3年后的一天，他沐浴更衣，走到火炉旁，打下最后一锤，念出傣语：叮叮当当，久炼成钢，太平将尽，我往西方。说完放下铁锤，面带微笑，站着安详往生。诸位想想，在如此高温劳苦的红尘炼狱中，他靠什么修出清净心？靠的就是佛号产生的音波共振。这6个字是全宇宙最高维度、最纯净的生命能量场。他用这股清净的频率抵挡了所有的燥热与痛苦。我把这个道理原原本本讲给那位患了极寒业障病的批发师姐听。我教他放下算计与烦恼，每天只要做一件事，闭上眼，嘴唇微张，用特别微细的声音在胸腔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我特别叮嘱他，不要用耳朵听外面的声音，要用心向内听自己胸腔发出的频率，让这声波在空荡荡的胸腔里震动，去跟你巴士田里那颗清净的种子接通。师姐到了生死关头非常听话，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老实打坐念佛。到了第7天晚上，奇迹发生了，她跑来告诉我，那天晚上念着念着，突然觉得这6个字不再是从嘴里发出，而像是从宇宙虚空打来的电波，与他的灵明心地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就在那瞬间，他感觉肚脐下方的气海深处有一团火柴头大小的热气忽然轰地燃烧起来。这股清净的智慧真火顺着中脉直冲顶门，瞬间散布全身4肢百骸。他觉得生命里仿佛炸开了一个小太阳，短短几分钟出了一身大汗，连厚羽绒衣都完全湿透了。他一把扯掉2层厚棉被，瘫软在床上，
结结实实睡了整整15个小时。从此他再也不怕冷，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原来心悸气虚、神识不安的夜病彻底一扫而空。诸位，这一切难道是神仙显灵吗？这绝对不是迷信，这就是宇宙间最高深、最究竟的阴身法门。南无是什么意思？是归命，是臣服，是让你放下那个每天斤斤计较、虚伪算计的小我。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是无量光，是无量寿，是全宇宙最纯净、最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场。当他把世俗的欲望彻底放下，用至诚的心去念动这6个字的时候，这个高维度的音频瞬间穿透了他的阿赖耶识，点燃了他体内沉睡的清净真火。那一股无量的正气一出来，什么阴寒，什么业障病邪，通通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所以无名指肠的朋友，你们要庆幸，别人念10万声可能才有的感应，你们因为自带这个高频接收器，可能念几百声，甚至只要心念一清净，立刻就能接通这个宇宙的超级能量场。这是老天爷留给你们最宝贵的消业解药。但是大家听到这里，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心里暗暗得意，哎呀，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慧根，念一句佛号就能逢凶化吉，那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想赚黑心钱就赚，遇到麻烦再念佛就好了？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我劝你赶紧打住，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能接通宇宙高维能量，点燃我们体内的智慧真火。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觉得自己拿到免死金牌了，但接下来我要把人世间最残酷的真相，也是因果运作最底层的底牌，彻彻底底的掀开给你们看。为什么带着佛缘的人，一旦动了坏心思去作恶，报应会比普通人快上10倍、100倍？佛法里头最根本、最铁面无私、绝对不容讨价还价的一条规律是什么？就是因果2个字。老祖宗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比80田里的因果大账本从来没有算错过1分1毫。你的无名指肠代表你前世修过，这确实是你的福报本钱。但是你要晓得，老天爷给你这么高维度的直觉，给你这么好的一把智慧宝剑，是让你用来斩断世俗烦恼，去自度度人，甚至在你也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的。这把剑绝对不是让你拿去红尘里抢劫，拿去做坏事，去欺负弱小的。既然你的灵性比普通人高，你的觉性比普通人敏锐，这就意味着一个特别可怕的定律，你对善恶因果的反应绝对会比普通人快上10倍、100倍。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用常理去想一想，一件本来就沾满油污、灰暗不堪的旧衣服，你再滴几滴黑色的墨汁上去，根本看不出来，照样能穿。这就像那些没有慧根、心智迟钝的普通人，他们做点亏心事，因为因果账本翻得慢，果报可能要等到晚年，甚至下一辈子才显现。可是你不一样啊，你是一件刚洗好、洁白无瑕的白衬衫，只要滴上一滴黑墨水，立刻就会显得无比刺眼。你那颗玲珑剔透的心，只要动了一个特别恶劣的歪念头，只要你去骗了人、害了人，你灵魂深处的80田立刻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排斥反应，你的磁场会瞬间大乱，你前世累积的福报漏起来，就像水库大坝溃堤一样，挡都挡不住。为了让大家把这个警钟永远长鸣在心里，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民间流传极广、非常震撼的经典传说。这牵涉到一段不可思议的前世今生。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个大奸臣，叫做秦桧，
他用莫须有的罪名残害了精忠报国的岳飞，导致他死后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的庙前，遭到千秋万世的人唾骂。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恶贯满盈的秦桧，他的前世到底是什么来历？根据民间流传的因果公案记载，秦桧的前世竟然是一位在雁荡山修行极高、非常受人敬重的高僧。这位老和尚大半辈子都在深山里打坐苦修，戒律森严，累积了极大的福报跟极高的智慧。他的80田里装满了清净的种子。可是就在他修行即将圆满的时候，有一天他偶然下山，看到那些达官贵人出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就在那个当下，这位高僧的心里动了一丝丝对权力跟世俗富贵的羡慕与贪念。就因为这一念之差，他转世投胎成了秦桧。因为他前世带着极大的修行福报和绝顶的聪明才智，所以他这辈子读书过目不忘，轻轻松松就考上了状元，一路飞黄腾达，爬到了宰相的最高位置，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悲哀的就在这里，他完全迷失了本心，任由那根代表欲望的食指无限度的膨胀。他把前世修来的高维度智慧全部转化成了今生在官场上算计别人、残害忠良的工具。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造下了滔天大恶。他等于是在拿着前世辛辛苦苦攒下的无量功德，去换了地狱里千万年的无期徒刑。讲完古人，我们再来看看现代。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惨痛教训，跟秦桧的因果逻辑简直如出一辙。一个为了赚钱做黑心事的大老板，是如何在短短半年内遭到急速反噬，不仅倾家荡产，连手指头都严重变形的。早些年有一个专门做土地开发、包工程盖建案的老板来看我，这个人脑筋动得极快，看地段的眼光特别毒辣，哪块地会涨，他看一眼心里就有数。当年他刚起步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一看他的双手，无名指修长，指肚饱满透亮，掌心还带着温润的光泽，我就知道这人直觉极准，绝对有术士的慧根。我当时千叮咛万交代，非常严肃地告诫他，老板，你靠着你的灵感和直觉做生意，必定能发大财。但是你千万要记住，发了财一定要行善积德，绝对不能在工程上动歪心思，绝对不能赚昧心钱，更不能欺压老弱妇孺，否则你的福报会瞬间崩塌，连命都可能赔进去。他当时拍着胸脯，点头如捣蒜地答应我。果然，凭着他那种异于常人的商业直觉，每次都能精准踩中房地产的节奏。短短几年内，他一路顺风顺水，发了大财，成了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可是人一旦钻进了钱眼里，身边全都是阿谀奉承的人，那个代表贪婪和算计的后天魔性就开始疯狂膨胀了。有一次，他看中了一块非常值钱的精华地段，为了把利润吃到最大，他竟然动了歪脑筋，找了一帮社会上的边缘人，半夜去恐吓、设局，用极低的价格，硬生生地坑骗了几位独居老人家赖以生存的祖产。不仅如此，在后来盖房子的时候，为了再多榨出几千万的利润，他竟然背着监工，把用来抗震的高级粗钢筋全部换成了劣质的细钢筋，连防火材料也全用了假货。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脑子里的算盘打得特别精，觉得这笔钱赚得真是太聪明了。结果呢，报应来得比什么都快，房子都还没盖完，他的人先垮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老婆哭着跑来找我，
说家里出大事了。她说她老公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在床上尖叫着醒来，满身冷汗。这就是佛门里讲的业障梦魇，冤亲债主所讨。她说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总觉得听到有老人家在她耳边凄厉的哭喊，甚至会看到整栋楼房塌下来砸死人的恐怖画面。到了白天呢，她整个人精神恍惚。最致命的是，她引以为傲的直觉彻底失灵了，不仅连续做了好几个非常愚蠢的错误投资，把几千万的现金砸进水里，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就连原本谈好的几家大金主和投资客也莫名其妙全部撤资跑光了。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跑到他家里去看他。各位，你们都想象不到他变成了什么样子，才短短半年没见，他整个人脱了相，老了10几岁，眼窝深陷。我一把拉起他的手来看，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觉得毛骨悚然，异常的可怕。他原本那根修长、饱满、透亮的无名指，竟然变得像枯木一样干瘪，颜色暗沉发灰，布满了深深的皱褶。最不可思议的是，他那根代表欲望和算计的食指，指节竟然变得特别粗大、扭曲、肿胀。在视觉上，感觉那根食指已经快要超过无名指了，整个手掌的颜色发出一股铁青色的死气。我无奈地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跟他说：相随心转啊，你把你前世修来的那点神性全拿去换了坑人的昧心钱。你造了这么大的恶业，你的良知，你体内的灵气现在正在疯狂地报警，反噬你啊！你手上的灵山印已经被你的贪婪给彻底毁了，老天爷正在把给你的福报连本带利地抽回去，你的好运气到头了。果然，没过多久，那个建案被内部检举，查出严重的黑心问题，相关单位直接介入调查，他马上就被抓了进去。不仅所有的财产被查封，落得个倾家荡产，还要在牢里蹲上大半辈子，连老婆小孩都跟着受罪。大家想想看，这难道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吗？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古代的宰相秦桧，一个是现代的建商老板，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他们都有着极高的天赋，特别准的直觉，身上都带着前世八十田里的满满福报，但是他们非要为了一点利益和权利，主动跳进最肮脏的臭水沟里，把那些肮脏的恶业往自己的生命深处倒。那个从高维度重重摔下来的落差带来的冲击力绝对是毁灭性的。你不守道德底线，整天沉迷物欲，为了利益去算计别人，坑害弱势，你就是在亲手关闭你灵魂的感应之门。当你过度消耗你的福报时，你会发现你的直觉越来越不准了，经常判断失误，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看谁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跟家人吵架，你的心越来越乱，整夜做噩梦。最后，你手上的指节会变形，无名指的光泽会消失，而代表欲望的食指会变得肿大。这是什么？这就是因果账本开始清算了，撤回了对你的保佑。这是你福报漏尽，业障即将反噬的最高级警报器响了。听完了前面那个关于因果反噬的真实故事，我相信屏幕前很多朋友现在心里可能觉得毛毛的，甚至有点害怕。大家先深呼吸，放轻松。可能有些无名指长的朋友会想，哎呀，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这无名指长简直像个定时炸弹啊，一不小心做错事，福报就漏光了。那我干脆拿把剪刀把我这无名指给剪了算了，免得它整天漏我的福报。诸位千万不要说这种傻话，我刚刚把话说得那么重，绝对不是为了吓唬你们，
而是要敲醒你们。老天爷既然给了你这根修长的无名指，给了你这么好的灵山印，这代表你灵魂深处的80田里装满了前世修来的智慧与福报。这份极度敏锐的直觉与灵气，是老天爷送给你这辈子逢凶化吉的礼物，绝对不是让你拿来害怕的，更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是个随时会漏掉福报的定时炸弹。这天赋是让你来修行的，是让你在这浑浊的世间，借着这具肉身去证悟大道，去帮助别人的。我们现在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学会怎么去保护这份灵气，怎么去善用这份天赋。既然你今天看到了这部影片，发现了自己手上有这个先天的灵山印，那你现在最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把你平时漏掉的精气神，把你消耗在名利场上，消耗在生气烦恼上的能量，通通给收回来。很多朋友一听到修行这2个字，眉头马上就皱起来了，心里想，老师啊，我每天光是为了家里的柴米油盐，为了小孩子的学费，为了公司的业绩，就已经焦头烂额了，哪有那个时间跟金钱去报名什么灵修大师班？难道要我抛家弃子，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剃度出家，闭关打坐才叫修行吗？诸位啊，千万不要把修行想得那么复杂，那么遥不可及。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讲，真正的道，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在深山古洞里，也不在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堂里。真正的道，就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里，就在你的行住坐卧里，就在你跟家人相处的每一个当下。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了生活去谈修行，那都是在走弯路，都是在自寻烦恼。今天我就手把手的教你们一套佛门里极其简单，不花1毛钱，但是威力无穷的3步护命法。不管你现在是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还是在拥挤的公车上，哪怕你是在厨房洗碗，在拖地，甚至是在晚上愁得睡不着觉的床上，只要你觉得心浮气躁了，只要你照着做，每天只要10分钟到20分钟，就能瞬间锁住你的灵气，护住你的清净心，把你80田里的智慧之火重新点燃。这3个步骤非常简单，请大家一定要用心记下来。今天看完立刻就能用。第一步，调身，把你的灵性天线收回来，锁上灵魂的保险箱。很多长辈朋友一听到静坐，就抱怨自己年纪大，腿脚僵硬，盘不上双盘。其实，谁说静坐非要盘腿呢？佛法是活的，你只需要找一张舒服的椅子或家里的沙发，双脚平稳地踩在地板上，安安稳稳地坐正就可以了。这其中唯一的要求是脊梁骨一定要稍微挺直，千万别弯腰驼背。在佛家气脉修正中，脊梁骨是全身清净气机生发的高速公路，一旦驼背，气机就全堵在胸口，让人烦躁不安。因此，轻轻挺直腰杆，下巴微收，就是最完美的基础姿势。做好后，最关键的一步是手势。前面说过，你修长的无名指通着心轮，是接收外界磁场的灵性天线，极其敏感且容易漏电。现在，请把双手平放在大腿上，掌心朝上。接着，用代表意志力与生命定力的大拇指，轻轻搭在无名指最底下的指根关节处，微微用力按住它。这在佛门里称为结手印。这绝不是迷信，而是用你生命主轴的定力去锁住容易漏电的天线。就好比狂风暴雨时赶紧关紧窗户，或把珍贵财宝锁进保险箱，手印一结，心神立刻安稳，外界的负能量与杂音再也无法干扰你。你的精气神不再向外耗散，而是乖乖回归体内，重返灵魂深处的清净地。第二步，调息，
在烦躁中找回你生命的珍惜。姿势坐稳，手印结好后，接下来要调整呼吸。活了大半辈子，但你真的会呼吸吗？人在着急生气时，气喘吁吁叫风或喘，这会耗散福报；焦虑发呆时，呼吸短浅闷在胸口的叫气。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呼吸。真正的呼吸，古人称为息。息自由、自和心组成，意思是让呼吸与心念合而为一。怎么练习呢？闭上眼，自然地由鼻腔吸气，呼气，别刻意憋气，只需把注意力放在鼻尖，感受呼吸的节奏，慢慢地让呼吸变得细长轻柔，直到几乎听不见声音。这时，你会感觉到一丝温暖的能量，缓缓降到肚脐下方的气海。只要息意调顺，气沉丹田，心里的烦躁、焦虑和杂念就会瞬间烟消云散。老祖宗说，定能生慧，当心彻底平静，你灵魂深处的高维度智慧自然就会像泉水般涌现出来。第三步，调心，用6字洪名点燃你灵魂的真火。你的身体稳住，呼吸调匀后，我们要拿出能消业障、接通高维能量的终极钥匙，在心里或微张双唇，极其专注，一字一句的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千万别像赶进度那样狂念，走形式对清净心毫无帮助。最大的诀窍在于向内听，不要理会外界的车声人声，而是专心去听你心底发出的这6字频率。现在，我们将这套方法套用在日常情境中，你就会知道它有多神奇。假设你今天在公司莫名其妙替人背黑锅，或在市场遇到不讲理的人，委屈得全身发抖，那根代表愤怒与算计的食指恨不得指着对方大骂。此时千万别发脾气，那只会漏掉你的福报。你只需转个身，找个没人的角落或化妆室，挺直脊梁，接起大拇指掐住无名指根的手印，闭上眼，深呼吸，把气沉下来。接着在心里安安静静地听着自己念30遍南无阿弥陀佛。我跟你保证，不出3分钟，胸口堵住的闷气就通了。你会瞬间觉得，这天大的委屈不过是红尘里的一场戏。当你走出去时，甚至能笑着面对那个刚骂你的人，因为你的维度已经远高于他，根本不屑去争输赢。再比如，你晚上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明天要缴的房贷、孩子的升学问题，或是生意的资金缺口，愁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就是你那根食指在疯狂作祟，消耗灵气。这时候怎么办？请你平躺好，放下手机，将双手轻轻叠放在肚子上，顺着呼吸，吸气时心里默念南无，呼气时默念阿弥陀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倾听这无声的频率上，不去想房贷，也不管明天。不出10分钟，80田里的高维真气就会被点燃，一股暖流会将你舒舒服服地包裹住，肚子和手脚都变得暖暖的。接着，你就会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享受这辈子前所未有、比婴儿还要安稳的深沉好眠。各位善知识，大道至简啊，千万不要觉得这3个步骤听起来太简单了，就看不起它。越是宇宙最高深的真理，越是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包装。只要你愿意相信，每天不管多忙，只要拿出10分钟、20分钟，关掉电视，放下手边的事情，坐在客厅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安安静静地去结印、调息，在心里念几声佛号，好好去灌溉你80田里的这颗清净种子。慢慢的，可能1个月，可能半年，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你再去看看你自己的双手，你那根原本可能因为烦恼和过度劳累而变得暗淡、干瘪的无名指，竟然重新焕发出了像玉石一样温润的光泽。原本粗大变形的食指也会慢慢变得柔和。你不会再被世俗的鸡毛蒜皮给轻易激怒。你的直觉不仅能一眼看穿别人的算计，更能生出一股庞大的慈悲心，去包容别人的愚蠢和自私。因为你已经站在了更高维度的地方，你看他们就像看着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这就是你把你前世带来的佛缘彻彻底底地转化成了今生的福报与大智慧。这就是从出世间的清净修养转化成了你在这红尘俗世里逢凶化吉的真正大本事。这堂课讲得有点深，也讲得比较长，从你手上那根长长的无名指讲到了生生世世的因果大账本，讲到了因生海的共振，最后教大家每天怎么在柴米油盐里用10分钟把自己的灵气给收回来。我常常在想，现代人活得真的很不容易，很多人遇到生活不顺心，生意做不起来，家里小孩不听话，或者莫名其妙遇到各种障碍，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到处跑去给人家看风水，去花大钱找人算命，或者买一大堆号称能开运的吉祥物，摆在客厅里求心安。可是我今天要在这里掏心掏肺地告诉各位，这世间最高级、最厉害的风水到底在哪里？它绝对不在你家祖坟的坐向上，也不在你家大门是朝南还是朝北。这世间最大的风水，其实就是你此时此刻当下的这颗心。老祖宗常说，命由心造，相随心转，这才是宇宙间铁打不动的绝对定律。你把心念转正了，不去算计别人了，遇到委屈懂得在心里念句佛号化解了，你的心清净了，你的行为自然就跟着正了。行为一正，你在80田里种下的因就全都是清净的善种子。当善种子开始发芽，你的面相变柔和了，身上的磁场全都是正能量，那些贵人、好运气自然而然就会被你吸引过来，你的命和家运当然就彻底改过来了。而屏幕前的你，现在只要动动手指，留下一个特别微小的动作，就能瞬间为你自己，甚至为你的子孙后代积攒下不可思议的深厚福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各位善知识，如果你们觉得今天讲的内容对你的心灵有帮助，千万不要自己偷偷藏着。大家回想一下，你身边是不是也有很多亲戚朋友，大半辈子拼死拼活，现在却天天喊着痛苦、焦虑，或者明明人很好，运气总是很差，甚至无缘无故遇到很多障碍，却找不出原因。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我拜托你，把今天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看看，这就是在做极大的功德。用世俗的话来讲，这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一个轻轻分享的动作，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让对方恍然大悟，解开了困扰他几十年的心结。你可能让他少造了一场恶业，甚至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你在这个网络上播撒下了一颗清净善意的种子，老天爷那本因果大账本上立刻就会为你记下一笔巨大的阴德。这份善的功德最终都会像水面的波纹一样层层叠叠，加倍地回向到你自己以及你的子孙后代身上。同时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佛门里的秘密。各位，文字是有极大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极强频率与能量的。当几千人、几万人的善念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汇聚起来的时候，所形成的那股正向磁场，它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是能够震动天地气机。
的，所以我衷心期盼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有缘人，现在就在屏幕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最真诚的善言，或者是为你自己、为家人的祈福。你可以诚心诚意地写下愿家宅平安，父母安康，或者是愿前尘业障尽消，智慧光明现前。你也可以简单地留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请你相信，你敲下的每一个字，只要是发自你的真心，在这个万人共同发愿共振的强大磁场里，都会形成一股冲天而起的强大愿力。这股巨大的善意愿力最终都会化作一团最祥和、最清净的护佑之气，无远弗届地回向到你和每一位你爱的人身上，成为你们生命里最坚强的护盾。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善知识，往后余生都能念念有佛号，步步生光明。请你一定要好好护持你手上的那个记号，千万别辜负了你灵魂深处那份最珍贵的清净本心。相逢即是善缘。如果您觉得今天这番话让您的心里多了一份平静与力量，希望能恳请您顺手点击一下关注与订阅。您的每一次点击与分享，都是我们继续传递这份温暖与智慧的强大动力。未来我们还会在频道里继续与大家分享更多能解开心结的善知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一期再结善缘。阿弥陀佛，祝大家平安吉祥。